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退役少将李正杰，前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都在问，到底111是不是真的停火了？川普在昨天说，这2个国家不会再打了，可是不如人愿，2个人还是2国还是零零星星有对对方展开攻击。我们看到说好停火又开打，以色列象征性的反击伊朗的导弹，川普说没有啦，这是一个友好的招呼啦让两边都有台阶下。以色列先说，他侦测到伊朗在停火之后又发射了2枚飞弹，所以他立刻反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北部的一处雷达设施那川普缓颊嘛，他说：“哎呦，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目标进行反攻反击，那大家有一个台阶下就好了呀以色列不会攻击伊朗，只是 say hello 而已这样讲起来好像是小朋友在扮家家酒伊朗说我没有违反停火呀这是以国被迫单方面停止侵略。我们来看看，其实川普今天说了狠话，某种程度他飙脏话，不高兴，来听听看。Israel, as soon as we made the deal, they came out and they dropped a load of bombs, the likes of which I've never seen before. So I'm not happy with them. I'm not happy with Iran either. You know what? We basically have two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fighting so long and so hard that they don't know what the doing. Do you understand that? 好，你看到川普说我对伊朗不高兴，我对以色列也不开心特别是以色列让我非常的不爽某种程度呢他现在介入这2国之间的调停也是棘手，因为现在看起来两边没有再互轰了，可是不知道2个小时之后、3个小时之后，明天过后会怎么样我们看到呢，纳坦雅胡跟川普通话之后，他说 OK， 我停手了。可是假设真的停止战争了，我们就姑且称它为12日战争好了。到底谁赢了呢？两边都说自己大胜利、大成功。那我们来看看伊朗伊朗说这是我们的胜利而且呢是伊朗人民反抗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行为时坚定团结的结果，是历史性的胜利。那伊朗官员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伊朗的民众通通涌到街头了，这是来自于德黑兰广场的画面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有数万名伊朗的民众到街头去庆祝他们战胜以色列。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纳坦雅胡也说这是以色列的历史性的胜利，两边都说是自己大成功、大胜利那我们必须说这个战争没有赢家。那纽约时报就说，两边都各自是精神胜利法，两边各自都说自己赢得了胜利。可是战争或者是冲突能不能够真正停止或者缓解，还是未知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这个华友说了一个大料爆了一个大料，他说其实这场战争已经规划很久了啦。纳坦雅胡铁了心，他去年就想打剧本写好，就等川普入局这个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揭露他说纳坦雅胡在确认伊朗因为他的代理人受创，防空网瘫痪陷入弱势之后，他就赶快抓紧这个机会希望一方面下令希望这个全面备战，另一方面呢全力游说最后川普某种程度同意因为川普知道嘛，他们就打了所以这是一场早就规划好的战争。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这是最新讯息，包括伊朗他不是很多科学家还有一些这个 leader 被打吗？被打死吗？被斩首吗？他在12天之内逮捕了700多名受雇于以色列的间谍这些人是透过操控无人机、自制炸弹，还有拍摄敏感军事地区，还有向以色列提供情报的方式来进行从内部的破坏。来问一下将军怎么看？如果说小时候有打过架的人就知道这场架已经打完了你会不会觉得就像是2个小孩在公园打架械斗这时候一个是叫伊朗，一个叫以色列，他们互相打。那打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说这2个人已经没有力气再打下去了。这个已经而且互相双方都遍体鳞伤了。
这时候川普就像是一个路过劝架的大哥出来一样，你们都不要打了，你们都不要打了。结果他要去抢伊朗手里面这个打人的那根棍子，结果他还被踹了一脚哈，踹了一脚啊，那你该气消了吧？对，我都已经给你气摔了，有没有不要打？但是你知道打架的人到最后一定还会怎么样？就算是不想打，他最后还是会补对方一拳，或者是骂对方一句。你看，我们经常看到电影上都这样子，这个不管是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啦，互相打，一被拉开以后，这最后他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再打一个耳光，那这个还会再踹上一脚哈。我觉得这两个动作就像昨天的两个动作，就代表说我打赢了啊，然后互相放狠话在骂。很明显的，我认为说已经打完了啦。这最后这个动作只是代表说，哎，他打赢的是他哈。那你说是谁赢呢？我特别要讲，我觉得3赢哈，不只是以色列也赢了，伊朗也赢了，那川普也赢了。大家不觉得川普也赢了吗？他赢了，他搞不好因为这场他有机会拿到诺贝尔这个和平奖，所以他也赢了，因为他劝架成功。可是我们特别来看这场架打到最后，我平常如果要问谁赢的话，我觉得后续可能赢的是中国。现在很明显，就是美国来讲要退出中东地区。以前那样，前2次波湾战争，美军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的，100个小时，这个追掄伊拉克。那时候伊拉克因为他们不愿意用美元来交换石油，所以那时候鲍威尔在联合国大国，最后鲍威尔最后去世的时候，他承认说拿了那罐是洗衣粉，他觉得这个东西他良心不安。最后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他承认那块，因为造成很多人的伤亡。那只因为说是那时候海珊不愿意用美元来交换石油，要用本币交换，那美军就出兵去打伊拉克，借着这个理由去打伊拉克，而且2次波湾战争，然后之后阿富汗美军也是派地面部队。但是我们这次看到，各位知不知道？这时候川普讲了半天，他说他福特号、尼米兹号。还有在那边的卡尔文森号要3航母去对付伊朗，你知道福特号现在在哪里？我跟各位讲哦，你去看，我今天早上看那个图，福特号现在还在美国他根本连离开，只是离开港口而已，还没有连大西洋的这个1/4都还没有经过。就算今天出发，他也要2个礼拜以后才会到。可见川普是在那边唬人嘛，你福特号根本就没有出发。然后尼米兹号现在虽然说是刚离开马六甲海峡。但是距离中东地方、阿拉伯海还有一段距离来讲，所以说我们看出来，美国根本就无心要投入哈，他连地海这个连航空母舰都不会进入，更何况他陆军部队根本就没有进入。所以说，第一个，我认为美军很明显从这次他已经退出了。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会进入呢？这是伊朗，大家看出来这场战争里面，他最吃亏的在什么地方？他导弹是很强，但他最吃亏的，他是完全没有空防的能力，制空能力完全没有。他没有战斗机也就算了，他连地对空的导弹也都没有，甚至于连雷达他听说这个俄罗斯有给他 S-400防空导弹了，但是他没有远距离的侦测导弹，所以说美军跟以色列的飞机可以在他上空如入无人之境，他想要炸哪里就炸你，到哪里去丢炸弹就去丢炸弹。只是唯一因为以色列要长途飞行。它的飞机来讲，要带的油比较多油比较多来讲，它带弹量重量就势必要减少。它是带弹量减少，但是我们看到第一天，这个以色列对它飞机总共飞了200多架，你200多架飞到你国土，你这个防空等于是完全空防完全是洞开。那伊朗会不会因此而学到教训，就是要加强它的空防？但他从哪里来加强空防呢？他可能看他隔壁那个国家叫巴基斯坦，那巴基斯坦前一阵子尤其是歼10战机虽然说是只是4代的战机又便宜但是它居然可以将法国的标风战机击落，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这个空军整体系的一个系统性的作战。那伊朗会不会认为说是对他来讲空防是很重要？他希望建立他自己的空防系统，避免将来在这样子被人家如入无人之境，想要炸哪里就炸哪里。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他有机会引进哪一个国家的这种防空系统？我觉得引进中国的机会最大。那中国会不会卖给他？中国有可能卖给他，但是中国一定会跟他谈条件。譬如说是他的一带一路，从这边来讲的话，你要给我什么条件？你的道路要让我建设，对不对？你的港口要让我在这边经过，或者我要怎么样投资？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次之后，会不会伊朗愿意引进防空系统？那中国借这个军事的动作来讲的话，在经济上面
就可以发展它一带一路，紧接着它这个中国力量可能就进入中东地区，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是，赖老师，以色列跟伊朗的停火目前是一个暂时的，其实还是蛮脆弱的因为彼此之间没有签订停火协议，白纸黑字写下来没有所以什么时候会再爆发冲突，谁也没办法确定因为也有可能以色列又发现新的目标或者是发现说，这个找到了或是看到了以色列，这个伊朗在转移它的一些核设施，它有可能在借故再去打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对于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停火，坦白说白纸黑字还没签，所以基本上是蛮脆弱的。但是这一次以色列到底有没有占到便宜？我个人觉得以色列可能在政治方面，还有在核能方面的损失反而更大以色列它是侵犯一个国家主权，我觉得这个在国际上它确实是被谴责的，连它的传统的欧洲一直袒护它的德国，特别是法国，它都站起来谴责。那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介入的轰炸也被欧洲、法国也谴责了。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他在国际间他被孤立了因为他的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为是不足取的。可是问题是，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军事行动有没有把伊朗的政权推翻？没有，没有达到他要的目的。有没有把这个核设施都打掉？基本上来讲，大家估计没有。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以色列是打不掉。这个跟当初大家的预测是一样，就是说你打不掉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更麻烦了，是在于伊朗的议会在今天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停止了就是取消这个国际原能委员会跟伊朗的合作计划都取消了。所以国际原能委员会不能够再回到伊朗去，对于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监督了。过去伊朗让国际原能委员会来监督它的浓缩铀，一方面是告诉美国说我的浓缩铀的进度是怎么样，你要跟我来谈判桌来谈。那浓缩铀是做核弹的必要条件，但是我有浓缩铀不代表我一定会做核弹，可是我要做核弹我就必须要有浓缩铀，所以他把浓缩铀构成一个谈判的一个条件。但是当国际原能委员会不能够再有效监督的时候，这个浓缩铀到底跑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了。会做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了。有人估计说，伊朗应该还保有 B 案、C 案的计划、预备计划，也就是小型的，规模没那么大，但是可能是小型的提炼浓缩铀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伊朗把60%的轰度提炼到90%，就代表伊朗可能具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却无从监督起了。其实这个对于美国也好，对以色列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换言之，也就是如果伊朗已经不在你的眼皮下，他把它提炼出来，然后他本土没办法进行核试爆，可是如果由俄罗斯在电脑上帮他做，或者是由朝鲜来帮他做，因为我们都看得到，这一次朝鲜由于帮俄罗斯在乌克兰打仗，所以朝鲜获得俄罗斯很多的核援助，还有就是导弹的援助。如果伊朗也采用同样的一个手法，那伊朗本身得到俄国的援助的情形下，有没有可能它就更早的、更快的就发展出你无法有效监督的导弹的核弹，但是你却都不知道，所以变成以色列的情报工作要做得更认真。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情报组织网被破获很多，700多人被抓了。对，然后这个对于以色列来说，到底在这一场的军事冲突中，他得到什么？而且他原来设定的目标可能也都没有完成，没有一个完成。是，来，英哥，对，这就是我说，虽然三方都宣称他们赢了，可是在我看来，三方好像都没赢，因为很简单，伊朗虽然宣称他们自己胜利了，他就是迫使以色列停止对他攻击。有一种胜利叫做迫使对方没有办法攻击我，叫做胜利嘛。这个也很奇怪。实际上，伊朗被揍得很惨，大家都知道。所以，伊朗显然也显现出他非常严重的弱点。那我认为这次战争的教训会让伊朗更加快速的去发展核子武器，因为他知道，除非发展核子武器，不然他永远朝不保夕，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被攻击。所以，我觉得这是伊朗一定会去努力的方向。
那以色列的优点跟缺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也就是他确实把伊朗揍得很惨，他也在空中压制了伊朗，但是第一个，他的防空网无敌的神话也被破灭，然后他不能持久战争的弱点也完全暴露，所以我觉得以色列这是他先天的，说明国小嘛，然后生产力也不是那么强嘛，那在这种状况下，他的弱点也暴露给中东各国看，所以这可能会给中东各国一个提示，就是只要你能够跟以色列撑得够久，以色列会不知倒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来讲也是一个重大警讯，他们必须要去赶快弥补这个缺点。那美国的缺点这次也暴露无遗。你看，美国虽然川普宣称说，哇，我一下就轰炸掉他们3个核设施，可是他实际上他后续的这些态度也暴露出来，他对伊朗其实无可奈何。第一个，他不可能派陆军进入；那第二个，他的打击也就到这个程度了。那他到底有没有击毁伊朗的核设施？其实说真的也没人知道，我看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变成三方看起来虽然都宣称自己获胜，可是三方其实实质上都只是暴露了自己的重大弱点。但是这中间，我个人是觉得美国暴露的弱点尤其大，也就是以前美国不出兵则已，一出兵一定要达成目标。可是现在美国已经连续几次就是意思就算，不要忘了，不过几个月前，川普才说他要消灭胡塞组织。结果单方面就说我已经胜利了，撤回来，然后现在对伊朗又是在玩这一招。我认为这会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威信越来越差，会让他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其实这个对美国自己未必是个好现象。所以这场战争可能没有赢家，也可能大家都是输家，或者是白忙一场。好，我们看到伊朗的核计划现在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焦点。就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前，以色列又炸死了一名伊朗的核科学家。好，所以在这场冲突底下，至少有14名伊朗的科学家丧生。好，那可是呢，关键在浓缩铀。刚刚来宾也都说了哦，这个设备啊，还有它的库存现在状况如何，外界都不知道。好。多名伊朗科学家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哦，可是伊朗说我们还是会继续，并且恢复各种核子方面的研究以及活动哦。你看到这是伊朗原子能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包括发言人都说敌人不可能把这项技术连根拔起，所以我们会继续发展。继续研究哦，刚刚赖老师也讲到了，甚至可能未来联合国的相关人员也没有办法进去监督了，这才是我们可能这个美国或者以色列会比较担心的部分。那另外呢，川普的这个情报机构也就是我们来看看，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个最新评估报道泄露出来了，媒体也报道了，说是虽然空袭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破坏，可是并没有彻底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核心零件只是让他的计划 delay 了几个月而已那当然这一份报告外流，那白宫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了嘛，这个发言人李威特就说这个评估是错误的，虽然被列为最高机密，可是还是被情报界一个匿名的低阶的鲁蛇泄露给 CNN， 哇，充满了情绪性的发言因为李威特很年轻啦是一位美女她很情绪化，就直接讲 loser， 把她泄露出去给 CNN， 因为他们也很讨厌 CNN。那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就讲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消息我们的轰炸行动已经摧毁了伊朗制造核武的能力所以就是一方面讲说我都彻底摧毁了，川普在第一时间也发文说彻底摧毁了，可是外界评估可能没有，而且它这个浓缩又不知道移转到哪里去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欧洲有很多这个意见领袖、国会议员对这一场战争也有很多的批评，我们来听听看。Israel y Estados Unidos son la mayor amenaza para la humanidad en este momento y ustedes están alimentando al monstruo. Israel ataca ilegalmente a Irán mientras continúa su exterminio del pueblo palestino. ¿Y qué hacen ustedes? Ursula von der Leyen apoya a Israel diciendo que tienen derecho a defenderse cuando son el agresor, señora Kallas. 好，这是西班牙的欧洲议会议员蒙特罗，这位女性的议员呢，她很生气她说现在真正拥有核武的是以色列。真正用过核武的是美国
哦，那你一直说别人在威胁这个人类的生存，所以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了？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呢，有一些国家，像刚刚将军讲，他判断可能中国会是最后的最大的得利者或是胜利者。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根据保加利亚军事网的报道，正当美国攻打伊朗的核设施的那个时间点呢，中国大陆的海军在波湾部署了舷号分别为855跟815A 的2艘先进的电子侦察舰哦，这是画面。分析人士说，一开始是说中国可能是意图透过分享情报支援伊朗哦，在这边分享情报。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哦，证据显示他们主要的目标在于观察美军的隐形战机，像是 B2， 还有电子战的军事行动。在这边观察这个战争的发生啦，还有各式武器呀尤其是美国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军增强军备应对中国大陆的威胁。我刚刚讲了，中国大陆现在在崛起包括在武力在军事上面都越来越强了。所以为了防范中俄导弹，美国在阿拉斯加成功的测试可以连接精穹系统的雷达，因为你这个精穹防御系统，你还是要有雷达先告诉你嘛。所以他说已经成功测试了这一台远程的雷达。而另外大家看一下这个图，这是美军的陆军美国的陆军测试回声盾防御系统可以拦截无人机这是根据 Defense Block 报道，美军正在这个Block 报道，美军正在这个测试一种名为回声盾的先进雷达。你可以看到这是一架这个装甲车上头就架上去。那架上去之后，它是利用这个装甲车的电力来了解这个环境这个目标的侦测能力，说是可以成功的测到无人机的活动。来请教赖老师。以色列这次杀了10几名这个伊朗的核科学家对于伊朗的核发展有没有造成影响？当然有这一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嘛但是问题是，只要伊朗的大学还在他的核工系都还在，然后他的研究机构都还在，那这些知识事实上是可以继承的，也可以学习的。所以并不是说就是这几个科学家他垄断了所有的知识，事实上这些知识还是透过他们所做下来的研究报告，还是继续在传承。所以你要把伊朗的这个核能力连根拔起，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你不可能杀了10几个人了以后，他的核能力就消失了。我觉得影响是会有，更何况俄罗斯，你不能排除他不会把他的核科学家直接进入来帮忙，也不能排除朝鲜直接派他的核科学家就直接进去帮忙了。那如果说俄罗斯跟朝鲜都进来帮忙，那速度就更快了，因为俄国有核武的能力，朝鲜也有核武的能力。虽然俄国一直对外强调他主张核不扩散的原则他也这个反对伊朗发展核武，但不要忘了，当朝鲜介入了俄乌战争的时候，朝鲜的核能力突飞猛进了，朝鲜的导弹能力突飞猛进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有外力帮忙嘛？那绝对不会是朝鲜突然间一瞬间哇，他的导弹之前几次的测试失败，突然间都成功了，这个是很令人诡异的事嘛。这个就尹锡悦的杰作嘛，台湾也有一个类尹锡悦的人嘛，就是喜欢这个介入这个乌克兰的问题，然后挑起两岸的关系的紧张。尹锡悦就挑起了韩国跟俄国的关系紧张嘛，他把武器弹药30万枚给了乌克兰，对，那情况就转变了。好，我们现在在问的是 DIA，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防部的情报局，它是负责军事情报的。所以他有一个单位专门在研究他们的军事任务行动完成之后的初步评估报告，这个是一群专业人士所做的，他没有理由要说谎。这个就好像这个美国的情报总监在国会接受听证的时候，他不能说谎，为什么？因为他说谎是违法的。所以他说伊朗没有发展核弹，有提炼浓缩铀，可是没有发展核弹。然后川普就是不要听这个人的但是事实上他不能说谎。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个情报总监后来还是改口了，但是他不是在国会听证，所以他不受法律的约束了，他改口了。请问一下，美国的军事情报局他有没有必要说谎？他没有必要说谎。所以第一个，
美国的白宫的发言人没有否认有这份报告存在，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有，这个报告有没有说这个初步的判断是你没有把它的核能力、核心的核能力摧毁？认为没有，而且他们的评估是认为你只是从3个月那么延缓它6个月完成，所以它6个月可以完成，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被打了，只因为它没核弹，所以伊朗相当有可能就下了决心要做核弹了，那这就更麻烦了。有能力6个月可以做出核弹，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 DIA 把这个讯息、把这个报告泄露出来是故意的。我觉得有2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他的荣誉，因为如果这个报告不事先告诉大家他的评估，那如果是被特朗普他们的川普他们的团队把这个报告掩盖了，然后如果有一天发现说没有摧毁成功，那这群人他们的军人的荣誉就受到影响了，好像他变成没有掌握情报，其实明明有啊，然后到最后把背锅丢到他们身上，而把这个锅要他们来背，他为什么要背？他一生担任军人，荣誉是他的生命啊，他要对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父母做交代，他怎么可能去放弃自己的荣誉？所以他故意把它泄露出来。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可能的是，他避免他的同仁、他的同袍，那么卷入一场无端的战争。是，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发现说没有摧毁成功，而伊朗已经在做了，然后栽赃抹黑伊朗，然后借故打，然后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那这个还得了啊？是，这个场战争会死了多少人？所以我觉得他预先公布出来的时候，就逼得美国必须要用谈判的方法跟伊朗把这个核武的问题解决掉。是，将军认同吗？这个？我讲一下这次来讲，为什么中国又是一个赢家？是因为这次来讲的话，我相信美国这次的整个行动来讲的话，这个被大陆来讲，它这个2艘电子侦察船完全掌握到，都看到了。我讲我怎么讲？第一个来讲，我们看美国这次的所谓午夜铁锤的这个行动来讲，它第一波攻击的是用潜舰发射的战斧型巡弋飞弹。那战斧型巡弋飞弹，它发射的过程之中它怎么去导引？那一定有雷达波或电子波来导引。那试问一下，这电子波是不是被这个电子船所征收到了？对。第二个来讲，你飞机飞行的过程之中，你飞行总会通话吧？这个用的无线电波或干嘛？当然，这个要干扰，可能他们都是用加密的或干什么方式来通话。那我收集到以后，我将来就有机会去破解你的通话的内容，你所用的频率，对不对？好，你用的频谱，我大概都会知道。第三个，你看这架这个 B2 轰炸机，它带了2枚，我原来以为一架只带1枚，结果它一架是带2枚，带2枚代表什么含义呢？就是它要很快空中加油。我空中加油加满以后，因为你这个飞机来讲耗油一定很重嘛，那我进去以后，我丢完炸弹回来，我马上要加油。你隐身式战机你可以隐身但是你的加油机就没有办法隐身。你加油机怎么跟这个B2 轰炸机约在什么地方来加油，互相通讯联络？这整个过程几乎可以说都是在这个电子侦察船征收的能力范围之内。第四个，我们看这一架这个 B2 轰炸机，它丢炸弹，它丢的不是导弹，它丢的是炸弹。那你想想看，我们都知道，用自由落体方式，你要丢到这么准，事实上它有它的一个难度而且这架飞机又这么高。如果说是在火车上丢东西，丢一个东西，你应该就有经验，它会形成一个抛物线它不是说是垂直掉下来，它一定到那边的时候，我要算我飞机的航速，那这个自由落体掉下来以后，它也会有这种惯性，然后你要精准的这个距离只有1.2公尺的误差范围里面，其实它一定有相关的雷达导引等等措施。那试问一下，这个过程之中是不是这些电磁波也会被这个大陆这2艘电侦船所侦测到？以前来讲，我们国军每次要在九鹏地区实施飞弹射击的时候，如果说是有解放军的船只过来或干嘛，我们会立刻停止射击，就怕这些参数被人家知道，我怎么导引的，我用什么频谱就被人家知道。那美军来讲，我觉得这次他是不得已，他非打不可，但是他应该也知道中国有2艘电侦船在这边。那中国收集这些情报之后，当然他不是立刻就可以实施反侦察，他会经过他的这种回去以后，他可以去研究去破解所以你这个 B2 轰炸机将来对中国，如果说是要进入中国境内
去执行这个战略轰炸任务来讲的话，那你就要担心你的机密资料、你的相关的电子资讯，那是不是有被中国掌握到？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赢的一方面了。你因为这次行动，那你泄露了多少的军事机密？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也是这个中国赢的一部分。对，这个美国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电侦机在那，电侦机他应该知道，他可是他也没办法阻止他。对，他又非打不可。是，所以不得已，很多东西可能都被中国这边都收集完了。因为他那个船在公海上，你拿他没辙啊，对，所以你还是也只有看，除非你不攻击。那我是觉得美国这个辩解之词很好笑，特别是气急败坏，堂堂一个白宫发言人气急败坏说是一个匿名低阶乳蛇。你这个拜托这个李威特，你知不知道你讲话根本不符合逻辑？如果他是一个低阶乳蛇，请问一下你的最高机密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不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白宫已经烂到这种地步了吗？低阶乳蛇就可以知道你们的最高机密，这会不会太可笑？然后他还是匿名哦，所以表示他们到现在连他是谁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低阶乳蛇？搞不好他高阶乳蛇，你怎么晓得？对不对？你怎么晓得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辩解之词本身是，就是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的。那现在其实就是从种种迹象显示，就算他们对伊朗造成了某一定程度的打击，可是恐怕没有完全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所以伊朗未来只会加速它的核子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很难不可逆的。而且不要忘了，以色列已经把它构建数十年的情报网，在这一次都用掉。他以后想要再这样轻易的入侵伊朗，或者探侦他们的一些资讯，恐怕就没有这么容易得逞。所以这个其实对以色列、对美国来讲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那你说西班牙这个议会这个议员讲的对不对？他讲的是事实啊。真正拥有核子武器的是以色列，真正唯一使用过核子武器的是美国。对，那为什么结果是一个还在研发中的伊朗被打？那不是很奇怪一件事吗？我们人类是这样的吗？这不是很怪吗？那当然，从俄乌战争也好，或是以伊战争也好，我们都看得出来，无人机在现代战场真的是一个大杀器，你不用都不行。是，所以美国这个 Striker 它在测试这个雷达，是未来我相信世界各国都会用。我认为它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因为 Striker 的柴油引擎马力很小，你知道，只有350匹马力，它居然可以靠这个东西的供电就可以去侦测，那表示它需要的电力是不高的。那需要的电力不高，我觉得它应该是专门针对很近距离的东西去测。那它可能在测试一种新的探测方式。我觉得世界各国如果不赶快发展出来针对无人机的特殊探测方式的话，未来在战场上都会吃到苦头。对，没错，而且它可以移动嘛，对，它这个装甲车上面哦。不过现在川普的态度就变得很奇特哦，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有转变，他是不是有求于中国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哦。川普就说：“你现在中国啊，你可以继续采购原油，没问题的，你可以继续向伊朗购买原油哦。不过我也希望你啊，跟我们美国也买一些吧，大量买进哈，能够促成此事，我深感荣幸。”那这件事情呢，他一讲出来呢，就有记者跑去问中国外交部，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说，中国将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采取合理的能源保障措施。可是问题是，大家不要忘了，这个美国对伊朗不是有这个在这个制裁吗？怎么可以大陆可以去跟他买原油买石油已经无意义呢？所以市场人士就在猜，川普在干嘛？他是在讲场面话吗？白宫的官员就讲说，川普一贯呼吁中国等国购买美国石油，而不是伊朗石油，某种程度是出来帮川普擦屁股啦否则就是违反美国的制裁规定那也有人说呢，川普的贴文只是想强调，过去几天他的作为的确确保了荷姆兹海峡没有受到影响，否则后果对中国大陆来说会非常的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伊朗说要威胁要把这个海峡给关闭嘛所以那时候川普某种程度白宫也是希望中国大陆去游说伊朗不要这么做。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对内炮口必须讲在经济上面呢，他不断对鲍尔这个不依不饶。因为呢，川普一直不断放话要鲍尔降息而且这个鲍尔不依，他就爆气说你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笨蛋。那作为这个 FED 的主席 Fed 的主席他就是很冷漠，也很冷淡，也很这个淡定。他说这只是杂音，关税冲击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不能
照你说的要降息就降息哦。至于我们看到这个鲍尔的说法，就说联准会的任务就是要为美国人带来良好的经济，其他都是杂音。即使你是美国总统，对我来说也是耳边风哦。某种程度呢，鲍尔也是很坚定的。而另外呢，鲍尔有松口说9月再考虑降息，因为他要观察。我们确实预期通膨在夏季会上升，如果最后没有发生也没关系啊，我们会汲取经验。可是他必须要再观察看看夏天的时候美国的通膨如何。另外呢，这个川普的关税谈判现在呢陷入了僵局吗？包括美国对含有钢铁、家电加征关税生效未来包括美国人进口的这些产品啊，冰箱啊、烘干机啊、洗衣机啊、洗碗机啊、炉具啊、烤箱啊，这些通通都会水涨船高，这个价格也会增加，因为已经生效了嘛虽然会为美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可是内部制造与消费成本同时增加所以这个我们讲了，这个通膨可能也会因此而到来。那欧盟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战火现在有可能会升级，欧盟已经批准对大概21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征收了关税，来报复川普这个所谓25%的钢铝的关税的征收。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他们还准备好多套剧本，讲的是欧盟包括呢，欧盟高层强调可信的威胁才是7月9号美欧谈判的胜利的这个机遇。因为像是《金融时报》就说了欧盟高层警告，面对川普威胁对欧盟商品科50%的关税，他们一定要有一些武器，所以他们在准备950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关税清单，包括 whisky 啊、鱼啊、飞机啊、汽车啊、汽车零件啊、化学品啊、电器设备、保健食品、机械，还有可能科技公司，我都要课你的税你川普敢这么干，我就有相对应的武器来报复你，其中包括波音的飞机都有可能要被加征关税。来请教老师。我们先看一下，当这个川普宣布这个以色列跟伊朗停火的时候国际的油价就下跌了。然后当这个川普再发出一个推文说中国可以买这个伊朗的原油的时候，油价就暴跌这个就符合这个川普的期望了。因为原油价格如果一直跌的话，基本上对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就会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一减轻，川普就可以回过头来对于联准会的鲍威尔施加更大的压力，说你看物价没有上涨，而且还在跌，那物价已经开始往下跌了，你一直守在那个利息是什么意思啊？那当然对鲍威尔来讲，他们的指标3大指数中第一个指数其实他看的就是通膨的问题，当然就业也很重要，但他主要还是看通膨。问题是在于伊朗的原油出口90%都卖到中国大陆去，90%那这很大。但是中国大陆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它的总进口原油就10%，所以如果说真的伊朗的油卖不到中国大陆，容易从别的地方来获得，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因为就占它10%，所以伊朗是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在原油方面。但每一桶有打折卖给中国大陆，为什么？因为每一桶大概便宜5块钱，现在大概便宜2块，在国际原油价格上。为什么？因为美国对于伊朗实施这个片面的制裁，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是美国单方面的制裁。那美国单方面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时候，就造成全世界各国不敢跟伊朗买石油。但是中国就是我不吃你这一套，所以中国大陆继续向伊朗买石油。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认为说这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你单方的长臂管辖你弄不到我。所以目前伊朗唯一敢跟伊朗买油的就中国，而且买多少油呢？买伊朗的所有的石油出口中的90%，全部都卖到中国大陆去。那是不是伊朗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大陆了？好，那我们要看的就是对于川普来讲的话，他有能力吗？他没有能力制裁啊，因为大陆就是不吃你这一套嘛。然后大陆的用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他不是用中石油去买，他成立2家小公司，这2家小公司也不怕你美国制裁，所以他就大量的由这2家公司从伊朗把油运到
这个山东这个地方的时候，把油卸下来，在这地方提炼，然后一旦进入中国内部的话，你美国根本就无从追查起了啊！我想这个全世界敢跟美国叫板的，到今天为止，其实就有中国大陆。所以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川普说：“哎呀，这个中国可以买油。”中国说：“关你什么事啊？我早就在买了，你讲不讲也没什么事啊。”第二个，你也没有能力制裁我啊，你制裁我多少，我就制裁你多少。所以全世界唯一敢跟美国叫板，而且有能力去反制裁美国的，坦白说，到今天为止就有中国大陆。欧洲一张嘴了，美国对于欧洲的钢铝税已经课了几个月了，然后对于这个汽车税已经课了几个月了，对等关税10%已经课了几个月，欧洲到目前为止就一张嘴。现在川普就说，你7月9号之前，你如果没有跟我谈好的话，我要对你的关税课50%。那现在欧洲还是一张嘴说，你如果因为目前来讲，美国的态度很简单，就是我那10%的基本关税是绝对不让的。就是说你欧洲你只能像英国一样求饶，不然的话，我即使你求饶了，我还是要课10%的关税，最少也要10%，最少10%。欧洲认为岂有此理。但是问题就在于，欧洲到今天为止就一张嘴。他讲的什么900多亿美元啊？坦白讲，欧洲跟美国的贸易是1万多亿美元呢。900多亿美元是什么钱啊？第二个，欧洲自己有空中巴士，你还从波音进，还买波音，所以这个少，这个我觉得说，做个样子了，做个样子，做个样子。欧洲软弱无比到极点，一张嘴。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川普对全世界发动的贸易关税战，7月9号期限到了。那到底各国怎么样应对呢？来，彬哥你怎么看？首先，川普，我个人认为他们到现在他自己心里搞不好都没这个底，你知道？他会不会忘记了？他没有忘记啊，但是很显然他已经完全陷入僵局嘛，因为日韩现在就是跟他拖嘛。对。然后很多本来很急的国家，现在大家都不急了嘛。然后欧盟现在又在表面上至少态度上是在跟他克嘛。所以还不知道。那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也只是延缓了，到底怎么样也不晓得。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川普来讲是非常头痛的问题。所以川普现在为什么急着一直叫鲍尔赶快降息？就是他希望赶快给市场面一些好消息，这样才能够减轻他的压力，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面对这个东西。可是鲍尔就是死抓的不放手，对，他很硬但是实际上鲍尔今天有开记者会啊，他说其实他们已经透露口风，7月有可能了，因为他们估计7月的时候通膨可能会出现。他不是9月考虑吗？没有，其实他7月应该就可能了，7月就可能。对，但是这个都很难说啦，因为鲍尔就是那种他一定要看到通货膨胀出来，他才要做动作，因为他怕他太早丢出来的时候，你通货膨胀真正的高峰在后面，他就反而会追不上。那当然，川普讲的是很夸张，直接叫他降息12码，你是疯了，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川普有一点很怪，就是他很多东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我不由得直接怀疑他是不是根本就在炒股票，他关心的是其他的事情。因为不然的话，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突然之间放出一个说中国大陆可以去买伊朗的石油了，这不是很怪？好怪对啊，你又没有经过正式的同意，这也不是正式的命令。对，那这到底是你私底下跟伊朗谈好停战的暗盘呢，还是说你真的打算这样做，还是只是唬人？这个都不晓得。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总统这样信口开河不是很好。但是问题是，他信口开河，他事后可以不认。对。但是股市就会因为这样波动啊，那他就可以赚钱了。下跌。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很不好。美国怎么没有任何人出来管制他这个行为？我觉得非常奇怪，放任一个总统这样到处乱讲话，实在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但是问题来了，美国看起来对钢铁对这些东西好像不会放松，他还是要课税，那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请问一下，我们的政府到现在对这种态势到底打算怎么应对？你要知道，他钢铁就要抽25%哦。如果我们再来一个基本关税，我们光钢铁就是35%。那请问一下，我们未来怎么办？我们的铝啊，我们的钢材啊，到底要不要出口？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政府好像每一次都在跟你讲说没问题，透懂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本来赖政府不是一天到晚告诉我们是第一梯队跟他们谈，最近没有再这样讲了，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2-3个礼拜他们不再提第一梯队的事情，好像都当作没这回事了。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现在觉得非常危险了。那只是欧盟现在到底能够跟川普死磕多久？我个人的判断是，他大概会在几样影响不大的地方，大概做一点这种报复性关税，意思。但你说他要全面跟美国打关税贸易战，我个人认为可能性很低。为什么？因为欧洲自己很清楚，他们里头绝大多数的国家自己的经济体质其实比美国弱多了。他如果真的这样死磕下去，我觉得未必有好处，搞不好会弄得欧盟自己内部分崩离析。所以我觉得他们大概就是摆出一个比较强硬，但是内部实际上是很软弱的姿态。那我觉得真正的重点还是看中国大陆会到最后跟美国的谈判结果如何。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能够守住这个底线，跟美国呈现一个相对对等的态势的话，那我觉得美国跟其他国家要再去做，要逼死其他国家做很大让步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低。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美国的关税战，欧盟说是要反制，会成功吗？请教将军。我觉得欧洲来讲，就诚如刚刚赖教授所讲的话，真的只剩下一张嘴，他非常的软弱无力哈，不管在各方面。那我们看他所列出来这些项目，你不觉得说，如果说是你欧洲对美国的 whisky 这个加征关税了，那美国对你法国来讲，白兰地它加征关税啊，对不对？那你法国受不了？所以欧洲事实上是很多个国家，每个国家它的经济的体量是不一样的。那有些国家像譬如说法国来讲，他可能就不赞成拿 whisky 来当做关税的一个制裁的一个手段哈。那你有空巴，你有波音，我就有空巴嘛。那你有这个哈雷机车，你要对它哈雷机车制裁。他不要忘了，欧洲有一款这个重型机车很有名的，就意大利的杜卡迪哈，那种机车，其实美国人也是很喜欢的。那彼此互相制裁的结果，我觉得欧洲会非常的软弱无力。我觉得那另外除了关税之外，我觉得美国这次来讲，将欧洲吃得死死的。今天你知道，川普到哪里去？他去这个荷兰海牙召开北约峰会。那第一个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欧洲各国要不要将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5%哈。然后后来他们讨价还价的结果，但目前是说硬体的部分要3.5%，其他的这种军事教育啦、科学研究啦、这个电子战是1.5%。但你要知道，你不要小看这3.5%，3.5%是要去买东西的。那买谁的东西？很明显就是买美国的东西嘛。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不知道俄乌刚开始开战的时候，美国是要德国将它卖给各国的德国的豹2战车去支援乌克兰。那美国自己 M1 战车没有过去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你这些国家的 M2 这个豹2战车到了乌克兰被击毁之后，这些国家哈，包括到波罗的海3小国包括到波兰，他现在换买谁的？换买美国的 M1 战车啊，对不对？那德国来讲，那时候吃了闷亏。那你知道这个战车一换到美国系统以后，它后续的后勤保养，包括弹药，几乎都是美式系列的。所以美国这种局布很久，